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时。无论你睡多久，疲惫总是无法摆脱。我由衷的希望你能观看这个视频。无法摆脱疲劳，并不是因为年龄或者心理问题，而是由于肾上腺的困扰。这次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名叫《疲劳难以消除的根本原因：肾上腺占了90%》的书籍。大家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年龄增长导致的，但是作者却毫不犹豫地说，不，这并不是因为年龄问题。患有慢性疲劳症状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肾上腺疲劳综合症。其实，很多日本人都饱受肾上腺疲劳综合症带来的慢性疲劳困扰。这种疲劳不是睡一觉就能消除的，无论你怎么睡，强烈的疲劳感依然挥之不去，最终可能导致症状愈加强烈。现代医学很难捉摸这种慢性疲劳的实质，也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那些因为长期疲劳而求医的人们，常常被误认为是因为年龄增长、自律神经失调、心理问题、更年期或者原因不明等等。甚至有人告诉他们，只要好好睡觉就能好转。我认为，从综合医学的角度看，肾上腺才是解开慢性疲劳困扰的关键。只要让肾上腺恢复活力，就能迎来康复。这本书用简单易懂的方式，结合营养和健康法等内容，详细解释了肾上腺疲劳的原因和应对方法。我从中学习到了很多其他地方学不到的知识。作者深入研究本书提及的内容，尽力恢复活力并进行预防。通过这过程了解肾上腺疲劳，感受人体完美机制和无限可能性。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内容安排。首先，讨论那些看似无法通过睡眠消除的肾上腺疲劳问题。接着，深入探讨激活线粒体的相关话题。然后，解释肾上腺疲劳可能与体内炎症有关的预测因素。最后，详细阐述通过营养改善肾上腺疲劳的方法。现在就让我们立即从看似无法通过睡眠消除的肾上腺疲劳问题开始探讨吧。想问一下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你们是否曾经体验过无论睡多久都无法消除疲劳、缺乏动力的感觉？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而且即使去医院也无法找到原因的话，那么你的疲劳感很有可能是由肾上腺疲劳引起的。提起肾上腺疲劳，可能有些人并不熟悉这个名词，但实际上，肾上腺疲劳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情况。尽管肾上腺疲劳并不算是疾病，但在长期疲劳的人群中却非常普遍。肾上腺疲劳指的是肾上腺器官因为过度使用而疲劳的状态，无论是从小孩到老年人，都可能出现这种症状。但最常见的是在30到40岁劳累工作的人群中，过度的工作会使人筋疲力竭，不想做任何事情，只想不停地睡觉，直到满足，甚至有时连动一下都感到困难。然而，由于日本人都非常认真负责，他们会责备自己懒惰。肾上腺是分泌能量之源、皮质醇激素的腺体，承担着发挥身体力量的重要角色。这种疲劳感让人感到无助和沮丧，但也提醒我们重视身体健康和合理安排工作与休息。清晨，我们的皮质醇水平达到顶峰，大量释放，因为有了这股皮质醇的能量，我们才能充满活力地迎接新的一天。随着时间流逝，皮质醇的分泌逐渐减少，到了中午后更是如此，到了傍晚和夜晚几乎停止了分泌。如果我们能保证清晨皮质醇的充足分泌，那么晚上就能够享受到深度的睡眠。人体的生物钟精妙地设计成了早晨醒来、晚上休息的有序周期。一旦肾上腺停止释放足够的皮质醇，我们就会感到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疲劳不断积累，感觉始终无法摆脱疲惫。这种状态不仅局限于休息日，平日也会感到无法启动，工作和家务都无法进行。很多人会将疲劳归咎于年龄的增长，因此更加重视身体的健康与调节工作与休息的平衡是非常必要的。但事实上，这并不完全是年龄带来的后果。肾上腺疲劳是一种明确的症状。肾上腺是我们身体制造活力的重要器官，可以说是我们活力的源泉。
当皮质醇急剧减少时，我们会感到精神涣散，开始感受到疲劳的滋味。它就像一个小小但坚固的三角形饭团，坐落于肾脏上方。从肾上腺受到压力到出现明显的肾上腺疲劳症状，需要数年的时间。当我们身体充满活力时，即使工作过度，只要好好睡上1-2天，疲劳也能得到缓解。然而，一旦出现慢性疲劳的症状，无论睡多久都难以消除疲劳。疲劳会在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里逐渐积累。如果不处理这种疲劳感，它会继续累积，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早晨很难醒来，工作中缺乏耐力，头脑变得迟钝，连休息日也无法摆脱疲倦，只能在家里无所事事地度过时间。这种状态会让人感到沮丧和无助，需要及时采取措施来调节身体状态，重新找回活力和精神。而且因为缺乏活力，我们甚至无法运动。这种情况真是太痛苦了，我们绝对不想陷入这样的困境。就像我之前说过的，肾脏是非常坚固的器官，即使承受一些超负荷工作，也不会立即导致肾上腺疲劳。疲劳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肾上腺疲劳的早期阶段，我们的身体试图应对压力，不断分泌皮质醇以应对这种压力。我们可能会感觉工作状态很充实，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然后到了第2阶段，疲劳开始显现，容易感冒、过敏等问题也会增加。我们开始感受到肩膀、腰部和背部的疼痛。到了第3阶段，我们可能会因为过度疲劳而无法行动。在达到这一阶段之前，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来对抗疲劳。当我们失去了努力的动力时，日本人往往会自责并认为自己变得懒惰。但在这种时候，正是应该怀疑是否患有肾上腺疲劳的时候。肾上腺疲劳的主要原因包括睡眠不足、过度的压力、忙碌的生活以及失衡的工作和生活。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长期积累会导致肠道环境恶化，影响营养吸收和免疫力下降。更进一步说，如果身体内有多种炎症持续存在，肾上腺就必须面对巨大的压力，同时还要控制这些炎症。结果就是身体会不断地释放皮质醇，全年无休，最终导致肾上腺疲劳。可惜的是，肾上腺疲劳在当前的医疗标准中往往被忽视。通过营养治疗师对详细的数据进行分析，如血液检查和尿液检查，营养专家可以立即了解身体内部的状况和是否正常运转。在作者进行了20多年的临床和研究后，发现了肾上腺疲劳预防和恢复的4个关键要素，它们分别是营养、线粒体、肠道和大脑。及时采取措施来预防和治疗肾上腺疲劳，保持健康是我们应该坚持的重要目标。这4个要素是相互关联的，逐个处理它们可以改善肾上腺疲劳。接下来，我们将详细解释如何激活线粒体，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你们肯定在某个地方听过线粒体这个词，这微小的线粒体存在于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内，扮演着产生能量源头 ATP 的重要角色。在肾上腺激素皮质醇之前， ATP 才是我们生命的真正支撑，是我们身体能量的泉源。缺少 ATP， 我们将无法生存。超过90%的 ATP 都是由线粒体产生的，可以说没有线粒体，我们的生存将面临威胁。缺少活力，我们也无法克服疲劳。而在肾上腺细胞内，同样存在着这些宝贵的线粒体，它们在肾上腺内持续不断地产生 ATP。然而，一旦线粒体功能下降， ATP 的产量也会减少。这也意味着随着活力的减退，皮质醇的产生也会减少。这再次印证了线粒体在我们身体中的不可或缺。保持线粒体的健康功能对我们的整体健康和活力至关重要。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此，确保我们的线粒体保持活力变得至关重要。线粒体就像是我们身体的能量之源，负责产生我们生命所需的 ATP 能量。
它们在肾上腺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它们帮助胆固醇代谢成皮质醇，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过程。即使在产生皮质醇所需的胆固醇时，线粒体也必须产生 ATP 来支持这个过程。线粒体的活跃对于生产皮质醇来说至关重要。接下来，让我们探讨一下如何保持线粒体的活力。有4种方法可以让线粒体保持健康和活力。第一种方法就是通过运动来激活线粒体。当我们运动并给身体带来刺激时，身体会意识到需要更多的能量，于是线粒体就会活跃起来，为产生 ATP 提供所需的能量。这种方式是最有效的保持线粒体健康的方法之一。接下来，我们将详细解释其他3种保持线粒体活力的方法，包括放松和进食等。再者，我们身体内的线粒体广泛分布在肌肉中，随着肌肉量的增加，线粒体数量也会自然增加。给予线粒体适度的刺激并持续不断，线粒体之间将融合增大，功能也会更强大。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等硬座工作可能容易导致疾病，这是因为线粒体缺乏足够的刺激。下面我们来探讨第2种让线粒体保持活力的方法——放松。对线粒体而言，保持放松状态至关重要。放松有助于使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保持平衡，达到身心的理想状态。若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交感神经占据主导地位，血管收缩，呼吸变浅，将导致细胞内线粒体无法充分获得氧气，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并不利。在不经意间感到烦躁不安，或者因为身体长时间绷紧而导致腰痛、肩颈酸痛、头痛，又或者长期便秘，这些可能都是交感神经过度活跃、处于紧张状态的表现。这一切都可能是压力、忙碌工作或人际关系问题等多种因素的结果。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是否处于紧张状态，了解自身压力感知的重要性非常重要。务必留出时间，有意识地放松自己。研究表明，每周接触大自然1到2次可以降低患病的可能性。通过参与森林浴等活动，调整自主神经平衡，可以避免因过度疲劳而损害线粒体。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忙碌，但我强烈建议在日常生活中保留放松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要谈论第3种让线粒体保持活力的方法——呼吸。线粒体保持活力的一个关键就是充足的氧气。要让线粒体充满活力，就需要做到深呼吸，确保氧气送达细胞。在这里，我要分享一个简单的健康呼吸法，就是进行1分钟的深呼吸，也就是每次吸气和呼气各持续10秒钟。试试这个方法几分钟。研究表明，这样的呼吸可以最大程度地激活副交感神经。接下来，我们要讲解第4种让线粒体保持活力的方法——进食。虽然关于进食已经在这个频道上详细解释过了，但简单说一下，进食可以让线粒体保持在良好状态，这样做能够帮助您保持线粒体的健康。所以，让我们努力保持良好的呼吸和饮食习惯，让身体始终充满活力。进食还有很多的好处，你考虑过试试看吗？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导致肾上腺疲劳的因素——体内的炎症。体内的炎症是导致肾上腺疲劳的重要原因之一。工作压力等因素会降低胃肠消化能力，再加上过量摄入糖类、肉类和酒精，会导致肠道环境恶化。不仅是老练的职场人士，新进入职场的人也常常在入职几个月后出现肾上腺疲劳的情况。保持身心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当今社会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的情况下，刚步入职场的人患上肾上腺疲劳，不仅是因为入职时的巨大压力，还可能是因为肠道健康已经出现问题。这些人通常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养成了不良的饮食习惯，一旦进入职场，工作的忙碌加上以面包和面食为主的饮食模式变得司空见惯。长时间的紧张压力和不良的饮食会导致肠道环境逐渐恶化，即使产生大量皮质醇，
如果饮食习惯不改善，肠道的炎症也不会好转，甚至可能恶化，引发肠漏综合症。所谓的肠漏综合症是指肠道壁在不可见的层面上出现微小孔隙，导致原本应该阻隔的物质渗入血液循环，对身体造成影响。这种情况会导致身体吸收不该吸收的物质，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不仅会引起肠壁炎症反应，还会使免疫系统变得过敏。因此，患有肠漏综合症时，可能会出现肾上腺疲劳、过敏性皮肤炎、花粉过敏等过敏症状。肠漏综合症发作时，肾上腺不得不持续分泌皮质醇来对抗更多的炎症，这种状态可能持续数年。在这段时间里，肾上腺一直处于超负荷状态，如果再加上更多的压力，肾上腺可能无法再产生足够的皮质醇，导致身体疲惫不堪。而微观级别的肠道炎症，比如肠漏综合症，常规检查往往无法发现，很多时候病情被忽视，肾上腺疲劳不断加重。有些人将这种情况归咎于五月病，但没有接受适当的治疗，结果病情进一步恶化。务必留意这些情况，并及时寻求正确的治疗，及早干预，才能避免病情进一步恶化。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被误诊为抑郁症或适应障碍，接受错误的治疗也可能会发生。我知道这些信息可能会让大家感到不安，但实际上，要想摆脱肾上腺疲劳，调整肠道环境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具体来说，我们该如何调整肠道环境呢？作者建议我们首先从重新审视我们的饮食习惯开始，要改善肠道环境。传统的日本饮食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其中不可或缺的食物包括日本传统的发酵食品，如泡菜、味噌汤、甜酒和鳗鱼片等，还有丰富水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如红薯、大蒜、山药等；富含消化酶的食物，如大豆、菠萝等也是非常重要的。柠檬、萝卜、大叶等食物对胃酸和消化酶的利用也非常关键。平衡饮食是非常重要的哦。通过坚持传统的日本饮食，我们可以调整肠道环境。接着，作者建议，为了改善肠道环境，晚餐可以适当少吃一些或者不吃。根据睡眠和消化能量的变化来看，早中晚三餐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作者建议早餐吃得好，午餐吃得饱，晚餐可以适当少吃一些或者不吃。考虑到肠道健康，晚上8点到早上6点最好不要进食，让肠道得到充分休息，为细胞修复创造宝贵时间是非常必要的。晚上不要吃得太晚也很重要，但如果工作原因不得不晚吃饭，那么可以在傍晚稍微的吃一点糙米饭团等，减少夜宵的量。医生们真诚希望大家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方式，因为频繁的夜间工作对身体和肾上腺都是有害的。接下来，作者建议为了调整肠道环境，推荐摄取谷氨酰胺和草药等。保持健康的肠道需要清除肠道中的念珠菌，这可以通过使用副作用较少的非吸收性抗真菌剂、抗菌草药等方法来实现。比如说大蒜、牛蒡等草药，以及在烹饪中使用椰子油，都有助于抑制念珠菌的繁殖。这些措施对于维护肠道健康非常关键。在接下来的4个要点中，我们将详细解释如何通过营养来改善肾上腺疲劳。现在，让我们最后来谈一下改善肾上腺疲劳所需的4种休息营养素。我们简单列举一下需要补充的营养素：1. 镁；2. 锌；3. 维生素 B 族；4. 维生素 D。我们来具体解释一下每种补充营养素的作用吧。第一种需要补充的营养素镁。为了应对肾上腺疲劳，我们首先要摄取的关键营养素是镁。镁几乎存在于所有谷类、豆类、坚果、海鲜和蔬菜中，甚至自然盐如海盐中也含有丰富的镁。经过精制的食用盐和食品添加盐主要是氯化钠，几乎不含镁。如果想要有效补充镁，可以考虑使用营养补充剂。近年来，
运动员和运动爱好者也开始流行使用镁喷雾。这些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肾上腺疲劳问题。这种液体镁喷雾能有效减轻肌肉疼痛，对大多数人都非常有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第二种必要补充的营养素——锌。锌是极其重要的营养素之一，它影响着超过200种酵素的活性。一旦缺乏锌，酵素活性就会降低，细胞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它还会影响线粒体将 ATP 转化为能量的重要功能。补充锌的方式有很多，可以通过摄入富含锌的食物，例如牡蛎等海鲜、动物性蛋白、坚果、豆类和各种蔬菜来实现。现代人缺乏锌的原因可能是蔬菜和豆类中锌含量的下降，以及消化吸收能力的减退和吸收阻碍物等因素的影响。此外，运动出汗时，锌也会随汗液流失。有意识的补充锌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补充营养素是非常重要的。听说，如果坚持不懈的摄入，指甲和头发会变得更加坚固健康。接下来要谈的是重要的第3种营养素，那就是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广泛存在于蛋白质和各种蔬菜等食材中，虽然数量不多，但我们的肠道细菌可以产生维生素 B 群。如果你身体有慢性疲劳的症状，仅靠食物摄入是不够的。作者强烈建议通过维生素 B 群的补充剂来增补。你可以先从药店等地方购买，不一定需要医生的处方。市售补充剂和医疗用品有一些区别，虽然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试一试也是非常值得的。如果你觉得没有看到效果，或者对市售产品不够放心，建议你咨询一下营养医生。接下来，我们将介绍第4种需要补充的营养素，那就是维生素 D。它对我们的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体内生成的维生素 D 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一种物质。当我们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时，皮肤会自然产生维生素 D。它不仅有助于促进钙的吸收，还在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缺乏维生素 D 会让免疫调节变得更加困难，容易出现肠漏综合征、皮炎、过敏性鼻炎等疾病，也可能引发肾上腺疲劳，因为体内会大量分泌皮质醇。据一般统计数据显示，超过1半的日本人缺乏维生素 D， 而根据作者诊所的数据，超过90%的患者都存在维生素 D 缺乏问题。几乎所有患有肾上腺疲劳的患者也都会缺乏维生素 D。维生素 D 的不足会导致我们缺乏活力，难以产生多巴胺，失去活力，从而陷入抑郁状态。在纬度较高的地区，例如芬兰、芝加哥等地，抑郁症状更为普遍，因为阳光照射不足会明显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阳光对我们的心情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容忽视。维生素 D 的不足可能导致冬季抑郁症。为了补充维生素 D， 最好的方法是享受阳光，不要等到太阳落山后再去散步，而是要在阳光充足的时候外出活动更好。如果通过饮食补充，建议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D 的动物性食品，如鱼类和蘑菇。这次的内容非常有益，就像我经常说的，不需要一下子执行所有方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试一试效果如何，这很重要。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帮助大家提升健康意识，愿大家都能拥有健康快乐的每一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